戴爾一天暴漲超過30%，很多人第一個反應是什麼？不是開心，是後悔。完了，我又錯過了。特朗普之前都已經點名戴爾了，我怎麼沒早點注意到？之前特朗普政府稱英特爾，市場也炒了一波，現在又輪到戴爾，難道特朗普真的在自己畫 K 線圖？我完全理解這種感覺，因為股票市場最折磨散戶的不一定是虧錢，而是眼睜睜看着別人賺錢，自己只能在旁邊乾瞪眼。尤其是一只股票已經飛上去了，你現在才刷到新聞，就會很想追。但是我今天要提醒大家一件事，這條影片的重點不是叫你現在衝進去買戴爾。如果一只股票已經大漲了，你現在才來問還能不能追，說實話已經慢了一步。真正值得學的是戴爾在暴漲之前，市场其實已經出現了哪些信號，因為你只要看懂這些信號，下一次類似的機會來的時候，你就不会又是等到新聞爆出來才在那邊後悔。所以今天這条影片表面上是在講戴爾，其實不是在講戴爾，戴爾只是教材，真正要講的是下一支人工智能基建爆升股。在爆發之前，通常會先出現什麼共同特徵？你看完之後，至少要帶走一套方法。下次看到一家公司突然被市场重新定價，你不會只是問這是不是又一只戴爾，而是懂得自己去拆解，這才是你為什麼要看這條影片。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我們先簡單講清楚戴爾為什麼突然暴漲。很多人把焦點放在特朗普點名戴爾，說大家可以去買戴爾電腦，這當然有情緒催化的作用。特朗普一開口，媒體就會報，社群就會討論，散戶就會注意到，短期股價當然可能被推一把。但是如果你以為戴爾只是因為特朗普一句話就漲成這樣，那就太表面了。真正的核心是戴爾最新那份財報把整個市場嚇了一跳。戴爾2027財年第一季總收入438億美元，同比增長88%， Non-GAAP 每股盈利4.86美元，同比增長214%。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優化伺服器這一塊的收入達到161億美元，同比增長757%。這個數字不是普通的好，市場突然意識到戴爾不是一間老舊的個人電腦公司那麼簡單，它可能已經變成了人工智能基建鏈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交付角色。以前大家一提到人工智能，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英偉達，因為英偉達賣 GPU 是人工智能浪潮裡面最明顯的賣鏟子的人。但是後來大家慢慢發現，人工智能不是只買一顆 GPU 就能跑起來的。你要建数据中心，要有伺服器，要有機櫃，要有存儲，要有散熱，要有網絡，要有一整套企業級的解決方案。戴爾的角色就是把人工智能的運算能力變成企業、雲端、客戶、政府、大型機構可以真正部署的完整系統。再來看訂单，這一季戴爾接到了244億美元的人工智能訂單，確認了161億美元的人工智能伺服器收入。季末，人工智能伺服器的未交付訂單達到513億美元。公司還把全年人工智能優化伺服器的收入預期提高到大約600億美元。這就是市場為什麼興奮，不是因為特朗普一句話，是因為市場突然看到，原來人工智能的需求是真的落到了戴爾的收入、訂單、未交付訂單和全年指引裡面。所以戴爾這次暴漲，其實是好幾個因素疊在一起的。財報超預期，人工智能伺服器收入爆發，未交付訂單非常強勁，全年指引上調，公司身份被重新定價，再加上特朗普點名做了情緒催化。大家要記住這個猜法：一只股票大漲，表面上通常是一條新聞，背後往往是一整套重新定價的邏輯。如果我們要從戴爾身上學到下一次機會的線索，第一個信號是什麼？不是公司名字有多新潮，而是一間舊公司突然被市场用全新的身份去重新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很多散戶找機會永遠只盯着最熱門的新股、最性感的新故事、最新上市的公司，但是很多翻倍的機會反而出現在那些市場本來覺得很舊、很無聊、很普通的公司身上。戴爾以前給人什麼印象？個人電腦、傳統硬件、
企業 IT 支出，市場不會給它太高的想象空間。但是當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開始大規模建設，當企業真的需要伺服器和整套系統交付的時候，戴爾的身份就變了，它不再只是賣電腦的，它變成了人工智能基建供應鏈裡面的一個核心交付者，這就叫身份重新定價。同一家公司，市场把它当成舊經濟硬件公司的時候，估值是一套；市場把它当成人工智能基建受益者的时候，估值就是另一套了。所以你要找下一只類似的股票，就不要只問哪只股票名字最火，你要問的是哪一家公司原本被市场用舊標籤看待，但現在它的生意裡面開始出現了新周期、新需求、新身份。這種公司一旦數字開始驗證，市場就可能重新給它算一遍賬。這是戴爾給我們的第一個信號。第二個信號是故事要變成收入。人工智能這個題材很火，很多公司都會說自己跟人工智能有關，做軟件的說自己是 AI 公司，做硬件的說自己是 AI 公司，做雲端的也說自己是 AI 公司。但是投資者不能光聽故事，投資者要看收入。戴爾這次為什麼有說服力？因為人工智能優化伺服器的收入已經做到了161億美元，而且同比增長757%。這是財報裡面白紙黑字看得到的收入，大家要搞清楚。概念股和成長股的分別往往就在這裡。概念股只是市場在想象，成長股是開始有收入來驗證了。更好的成長股是收入之後還有利潤、有現金流、有護城河。所以你找下一支類似股票的時候，不要只看公司新聞稿裡面有沒有人工智能這幾個字，你要問人工智能有沒有變成真實的收入，這個收入佔比是不是越來越大，增長是不是在加速，管理層有沒有在財報裡面專門把這部分拿出來講。如果一家公司講人工智能講了很久，但是收入裡面看不到，客戶裡面看不到，訂單裡面看不到，那就只是故事。故事可以炒一陣子，但真正的長期機會要靠數字來驗證。第三個信號是未交付訂單，很多人只看當季收入，其實這還不夠。當季收入告訴你的是公司今天賺了多少，未交付訂單告訴你的是未來還有多少收入正在路上。戴爾季末人工智能伺服器的未交付訂單達到513億美元，這就是市場願意向前看的原因。因為投資者會想，這不是一季的煙花，它可能代表未來好幾季都有交付、有收入、有持續的需求，這個能見度非常重要。如果一家公司只是某一季突然爆了一次，市場會懷疑它能不能持續。但是如果他手上有大量的未交付訂單，或者管理層上調了全年指引，市場就有理由重新計算未來幾季的盈利。所以你找下一只股票的時候要留意什麼？不只是看它這一季收入漲了多少，還要看訂單、未交付訂單、產能、交付能力、全年指引。如果收入增長只是今天好，股價可能只是短炒一波。如果收入增長背後有訂單在支撐，市場就會開始願意講更大的故事。這裡的關鍵就是故事要有未來的能見度。第四個信號是資金開始從行業的第一層往第二層、第三層流。人工智能第一波，市場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英偉達，因為它是芯片，是最核心的算力資源。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有講過，這個人工智能浪潮是一浪接一浪的。當 GPU 的需求爆發之後，後面會發生什麼？需要伺服器，需要機櫃，需要散熱，需要電力，需要數據中心，需要網絡，需要內存，需要企業部署。資金會慢慢開始問，除了英偉達，還有誰在受益？戴爾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它不是人工智能第一層裡最性感的公司，但當市場開始往人工智能基建的第二層、第三層去找受益者的時候，戴爾就被重新看見了。這個邏輯非常重要，每一個大週期都會有擴散效應。新能源車不只是車廠受益，還有電池、材料、充電、零部件。互聯網不只是平台賺錢，還有雲端、廣告、支付、物流。人工智能也不只是芯片，還有伺服器、數據中心、電力、散熱、軟件、網絡安全和企業應用。所以如果你錯過了第一波龍頭，不
不代表沒有機會了。你要找的是這個大周期的第二層和第三層裡面，哪些公司開始從故事變成訂單，從訂單變成收入，從收入變成利潤，這就是你找下一只類似股票的雷達。第5個信號是市場原本給它的估值不高，但新數字出來之後，市場開始重新估值。如果一家公司本來就已經人人都知道，估值已經很貴，好消息全部都已經反映在價格裡了，那你就算看對了趨勢，也未必賺得到錢。戴爾以前的估值並不是市場上那些最火的人工智能股的估值水平，它有舊公司的標籤，有硬件公司的標籤，有個人電腦公司的標籤。所以當它交出人工智能伺服器的爆發數字之後，市場就突然在想，是不是之前低估了它？這種之前看低，後來重新看高的過程，才是股價大漲真正的燃料。但是大家要小心一件事，這不代表大漲之後它還一定便宜。重新估值最甜的那一段，往往是在市场還沒有完全相信的時候。如果全世界都已經相信了，股價已經漲了一大截，你現在才衝進去，就要問問自己，安全邊際還剩多少？所以找下一只。不是去找已經被吹到天上的股票，而是去找市場還在半信半疑，但是數字已經開始改善的公司。這個階段最難，因為你會不舒服。當全世界都說好的時候，買入很舒服，但通常價格已經不舒服了。當市場還在猶豫的時候，你做功課才有價值。投資就是這樣。最好的位置往往不是最多人鼓掌的位置，而是證據開始出現，但市場還沒有完全反應的位置。講到這裡，大家可能會問，既然戴爾有這麼多好的信號，那現在是不是還可以追？這個問題一定要小心回答，因為分析一只股票為什麼漲和決定現在要不要買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戴爾大漲有真實的基本面原因，但大漲之後，價格已經反映了一部分樂觀預期。你現在買的不是昨天的戴爾，而是漲上去之後的戴爾。所以接下來要觀察幾件事：人工智能伺服器的收入能不能繼續高增長？未交付訂單能不能順利交付？毛利率和營運利潤率能不能守住？人工智能的資本開支周期會不會過熱？市場會不會已經把未來2-3年的好消息提前反應太多了？尤其是毛利率這一塊，大家要特別留意。戴爾做的是硬件、伺服器、系統整合和交付，收入可以很大，但成本也很大。收入爆發不代表股東回報一定跟着爆發，收入要先變成毛利，毛利要變成營運利潤，營運利潤要變成自由現金流，最後才是股東真正能享受到的價值。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希望這條影片只變成戴爾很好，大家趕快去追，那不是我的方法。我們要學的是它為什麼漲，漲之前有什麼信號，漲完之後還需要驗證什麼。其實同一個邏輯，英特爾也發生過。英特爾以前是 PC 時代的核心，很多人以前買電腦都會看到 Intel Inside 這個標誌，那個年代它就是芯片世界的王者。但後來發生了什麼？它錯過了 GPU 和人工智能芯片這一波最關鍵的浪潮。市場一提人工智能，想到的是英偉達；一提先進製造，想到的是台積電。英特爾慢慢變成了一家大家覺得曾經很強，但現在已經落後的公司。這一點跟戴爾很像。戴爾以前被看成是個人電腦、傳統硬件、企業 IT 支出的公司，市场不太願意給它人工智能的估值。英特爾以前被看成是舊芯片公司，轉型困難，代工燒錢，競爭落後，市場也不太願意給它太多想象空間。但後來人工智能基建週期一來，事情就開始變了。我們之前也講過英特爾這個案例，事後回頭看，邏輯其實很清楚。美國不可能把先進半導體製造完全依賴台積電和海外供應鏈。半導體製造不是普通生意，它是國家安全、軍工、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科技霸權的底層基建。所以特朗普政府支持英特爾，美國政府入股接近1成，這件事本身就不是普通的利好，它代表市場突然要重新問一個問題：英特爾是不是不再只是一間落後的舊芯片公司了？它會不會變成美國重建本土半導體製造能力的戰略工具？這就是重新定價。
但同樣的道理，我們不能只看政治背書。英特爾真正要驗證的是它的制造技術能不能追上来，代工業務能不能從虧損慢慢改善，大客戶会不会真的把訂单交給他，數據中心和人工智能相關的收入能不能持續增長。所以，英特爾和戴爾給我們的共同提醒非常重要。第一，舊公司不一定永遠是舊公司。當一個大周期出現，當政策、資本開支、客戶需求同時轉向的時候，它的身份是可以被市場重新理解的。第二，政治背書可以點火，但不能代替基本面。特朗普點名也好，政府入股也好，媒體報道也好，這些都可以讓市場注意到一家公司，但最後股價能不能走遠，還是要看收入、訂單、毛利、現金流和競爭力。第三，越是這種舊公司換新身份的故事，越要小心一件事：市场最初不信的時候，可能是機會；市场所有人都開始信的時候，可能就已經很貴了。真正要看的是，公司是不是已經被業績驗證了，以及你買入的價格是不是還有安全邊際。好公司不等於任何價格都值得買，好題材也不等於每一只股票都會賺錢。如果你真的想找下一只類似戴爾的股票，我建議你用這5個問題去篩選。第一，這家公司是不是處在一個大周期裡？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電力、散熱、雲端、企業軟件，這些都可能是人工智能基建周期裡面的不同位置，但不是每個位置都一樣好。你要看錢真正流到了哪裡。第二，它的生意是不是已經從故事變成了收入？不要只看新聞稿，不要只聽管理層講故事，要看財報裡面有沒有收入，有沒有增長，有沒有客戶，有沒有訂單。第三，收入後面有沒有未來的能見度，有沒有未交付訂單，有沒有全年指引上調，有沒有產能在擴張，有沒有大客戶在持續下單，這些東西才會讓市場願意向前看。第四，這門生意的利潤質量好不好？收入漲了很多，但毛利率在下降，這就要小心了。收入漲，毛利也守住了，現金流也在改善，那質量就好得多。第五，市場現在是不是還在低估它，還是已經吹捧過度了？最理想的機會是市場剛開始改變看法，但還沒有完全反映在股價裡的時候。最危險的時候是全世界都在喊下一只戴爾，你才開始不問價格就衝進去。這5個問題不一定讓你每次都買到最低點，但它可以幫你避免最常見的錯誤：看到股價漲了才追，看到新聞熱了才買，看到名人點名了才相信。這也是為什麼這條影片不是叫你去買戴爾，也不是叫你去買英特爾，而是叫你建立自己的選股雷達。我把自己30多年的投資經驗整理成了選股5部曲，它不是貼士群，它不是叫你跟着我買哪一只股票，它是教你一步一步去看周期、看行業、看公司、看買入時機、看賣出和持有。戴爾這個案例剛好就是選股5部曲的活教材。看周期， AI 基建是不是一個正在起飛的大周期？看行業， AI 伺服器、數據中心、散熱、電力，哪個位置正在吃到資金？看公司，哪家公司不只是講故事，而是有真實收入、訂單和交付能力？看買入時機，用技術分析去看股價有沒有回到支持位，有沒有突破阻力位之後站穩，還是已經衝到阻力位前面，隨時會回調？看賣出時機，同樣用技術分析去判斷股價有沒有跌破關鍵支持位，有沒有出現見頂的信號，該走的時候不要戀戰。如果你沒有這套流程，你每一次都會被市場牽着鼻子走。今天戴爾漲了，你後悔；明天另一只人工智能股漲了，你又後悔；後天社群又在講下一只，你就更心急。但如果你有一套框架，你就不會只是跟着新聞跑，你會知道自己應該查什麼、問什麼、等什麼。這就是投資者和追新聞的人最大的分別。所以，如果你想從今天開始，不再只是錯過之後才後悔，不再只是看到股價大漲才問能不能追，你可以點擊下面資訊欄的鏈接，了解選股5部曲。要投資，先求知，投資自己的腦袋永遠比追逐下一條熱點更重要。最後總結一下，戴爾這次大漲，真正的原因不是特朗普一句話，真正的原因是財報超預期，
人工智能伺服器收入爆發，人工智能訂單和未交付訂單非常強勁，全年指引大幅上調，以及市場把戴爾從一家傳統硬件公司重新定價，成了人工智能基建的受益者。但這條影片最重要的不是叫你現在去追戴爾，最重要的是戴爾讓我們看到了下一支類似的股票出現之前，通常會有幾個信號：舊公司換了新身份，故事變成了收入，訂單帶來了未來的能見度，行業資金開始擴散，估值開始被重新計算。你不需要每一只股票都買到，你需要的是在下一次市場還沒有完全反應之前，懂得看見變化，在大家都興奮的時候，懂得檢查價格，在自己想追的時候，懂得問安全邊際。投資不是追逐每一個熱點，投資是用一套方法，在市場還沒有完全看懂的時候就開始做功課，在市場給你合理價格的時候果斷揮棒。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用最簡單的方式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吸收。我們下期再見。